就像是轮回，表面死亡，实则重生，又像是生活，谁的运气都不会是一成不变。以前的你有可能是身处低谷，但以后的你一定会踏足山川。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然飘哥。2020年庚子之年，庚为金，子为水，此年更是金生水，注定是多灾多难。虽然并不会给世界带来毁灭，然而的话呢，却是世界大洗牌，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新开始。这是印度神童和马来西亚预言家拿督郑伯健给我们所展示的预言。很多的大师对2020年都做出过预言，在飘飘然频道里边，我们都给大家讲过很多。今天主要把这两位预言大师的预言汇合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个纵观天象的机会。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相信看飘飘然频道的朋友们都不会陌生。14岁的他根据阿育吠陀占星术，在2019年8月22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82预言一炮打红，被东西方的网友所追捧。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的疫情和灾难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没有什么震撼的灾难，而他的预言却精准地预测了新冠疫情的发生，警示世界将进入艰难时期或者是大动荡时期，充斥着危险和灾难。而随着这个预言，他对2020年全年的世界大事件疫情的发展都做出了惊人的判断和预测。比如他预测了第一个新冠病人的死亡时间，预测了疫情的发展的高峰期在2020年的4月及5月底，而且随着土星和木星的合相，会伴随着战争的发生，中印北韩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我们在很多的视频当中，以前的视频当中都做过具体的讲解。经济也会有剧烈的震动，运输业损失惨重，黄金会备受追捧，而且预言了2020年11月后会有更大的冲击，甚至会有2次疫情或者叫 super bug， 也就是所说的超级病毒的出现。针对这一点，咱们简单的说一点点，就是什么呢？根据近期新华网的报道，据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官员声称，新冠病毒第614G 变异毒株，它的传播速度可能比一般的毒株的传播速度要大10倍，一时激起千层浪。网友纷纷评论，本来传播已经很快了，再变异，那么呢，疫情就会加速，危害也会加倍扩散。那么我们不知道报道是否真的真实，现在还在考证当中，但是无风不起浪，病毒的变异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在2020年12月20日，土木合相会在摩羯座星座第6度。2021年的2月，6星会在一个特定的星座中聚集在一起，也就是咱们所讲过的6星连珠，将导致世界上的大的动荡。而这个时间点是各个灾难和磨难的高峰期，直到2021年的11月，所有的星体合相的天象就会告一段落，木星会逐步的离开土星，正式的退出摩羯座，世界出现新纪元。这个新纪元，阿比亚的原话是 A new beginning of the whole world， 也就是说世界重新启动，世界重启。可见在2021年的辛丑年是在2020年的庚子年之后，也是灾难重重的一年。而在2月到3月份是最黑暗的时间。从事实的分析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11月3日，美国开始大选。那么呢，在大选开始之后，甚至是在大选开始之前，一定还会有很多的影响世界的大事件的发生。而在大选之后，所有的事件都会引起惊涛骇浪，而这个惊涛骇浪的波动一定会要几个月的时间的消化期。那么就到了6星连珠的2月份，到达了最高峰。
而这些的trigger点，也就是引发点，极有可能是开始于土木合相的12月20日左右。古老的占星术展现给我们以神奇的预言，一个应该发扬光大的科学与近科学的领域。那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著名的悬赏导师拿督郑伯健。拿督是一个封衔，常见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的荣誉称号，由马来西亚各州的王室进行册封，主要是封给富商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也是对有地位和崇高名望者的一种尊称。那么呢，拿督郑伯健他精通于易经、风水、八字、奇门遁甲、面相、生命数学等等，在玄学方面有超过15年的研究经验，曾受过许多的奖励。在他的2019年10月份开始的预言当中，他讲到2020年会是有特别多的灾祸发生。他一共做出了14个预言，现在呢已经实现了7项。他的14个预言分别是：第一，蝗灾；第二，新冠疫情。对于疫情呢，拿督郑伯健讲到，在2020年会有一次动物流感，类似于 SARS 的病毒，同时告知人们要注意自己的肺部和肾部。这一点恰巧地吻合了新冠病毒的特点。第三，2020年的10月份之后的大萧条。第四点是2021年初的大裁员。第五点，2021年的物资短缺。第六点是政局大洗牌。第七点，全球停顿重新开始。第八点，大暴动。那么大暴动指的更加确切的就是比如美国黑人的乔治·弗洛伊德引起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游行示威，甚至定义为暴动。第九点，天灾大水患。第10点，人为大水祸。第11点，贸易战、冷战及热战。第12点，粮食危机。这一点的话呢，已经引起了各国的以及各个地区的重视。第13点，大地震，包括比如说三峡附近的，最近有报道说曾经有过3000多的小地震。那么这些3000多的小地震是否会影响三峡，这也是人们所忧心的地方。而且近期的暴雨不断，重庆、宜昌等地接连的受到红色预警。第14点，大旱灾。那么呢，他也说到了以及其他的预言，比如说冰川加速融化、火山的频繁爆发等等。拿督郑伯健还特别的提醒人们，在12月7日到1月4日期间会有可能发生更大的灾难。我们看到以易经、风水、奇门遁甲为基础的玄学的预言厉害之处，如袁天罡、李淳风的预言一样，让人们频频咋舌。两位预言大师的预言有很多的交集，同时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咱们纵览几个典型的大事件。阿比亚在621预言当中讲到，在日食阴影笼罩的途径会发生大的动荡，甚至是产生战争，而途经的地方大部分地区是中国和印度。印度前段时间的大蝗灾，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当地人民管制无效，不得不使用传统的方法，让大人领着孩子在田间用敲锣打鼓的方式，让人看了之后心生可怜。同时来讲的话呢，印度近期也频发水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而中国南部地区的洪水泛滥，财产损失严重。直到近日，三峡放洪，10道闸门同时开放，既是不得已而为之，又是体现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天气也是异常无比，6月飘雪，北京等地出现了鸡蛋大的冰雹，甚至于达到了1尺多厚。郑伯健对此也有论述，他说庚子年，庚为金，子为水，2020年更多的是金生水。他预言到呢，今年注定会有水灾泛滥，并且他还特别强调会出现一次大水祸。那么呢，这次大水祸可能是船灾，那么呢，也有可能是类似于泰坦尼克号的那样的那种船的沉没，损失惨重，或者是一次重型机械在海上作业的重型机械的泄漏或者爆炸。我们所熟知的海上作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等等，
甚至有可能是三峡大坝事故崩塌等等。当然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在国际上来讲，各地的天灾也是连绵不断。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火和加拿大 BC 省的森林大火都是异常的凶猛，这是继澳大利亚大火之后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又一次燃烧。郑伯健还预言了政府或者是企业会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以及近期的抖音、微信在美国将会被关闭，对阿里巴巴美国上市公司提出的各种挑战以及制裁，这也是开始的网络战，甚至会引起大的裁员。郑伯健讲到，在这一年不应该乱花钱或者是乱开销，同时的话呢，不要大肆的去发展事业或者是生意。但是呢，在2020年也是创业的一个好的时机，当然是一种低投资且网络相关的，如软件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创业。那么呢，阿比亚还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女性及女性相关的产业，如珠宝业、化妆品业等等，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而大家知道吗？近期的女士相关的产业，如大家所熟知的 Zara 和 Victoria's Secret， 也就是翻译过来就是维多利亚私密等女士相关的巨商，不是关门就是倒闭。还有大家所熟知的香水 Chanel 香奈儿停止生产，只卖库存。那么呢，喜欢听阿比亚对女士产品预言及独到分析的，请在留言处留言，咱们可以女士优先单开一局。那么呢，阿比亚在他的725预言当中曾经指出，政界会发生很大的波折，甚至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有可能产生更替。那么呢，我们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很多人都嗤之以鼻，觉得这是小小顽童，无稽之谈。但是看看他预言之后，在这一点上都发生了什么？北朝鲜金正恩神隐不出现，朝鲜的局势可谓是如履针毡。安倍晋三近日的吐血事件使日本的政界一片哗然，很多媒体归结为为了国家呕心沥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政权近日也受到了大批的游行示威以及大批民众的挑战，境况也不为乐观。川普的竞选也是一波三折。关于战争和战乱感兴趣的小朋友们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也可以再开一局。2020庚子之年，灾祸之年，不仅要防范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心惊胆战，还要时刻的提防地震、水灾，还有如郑伯健老师所讲的祸端，即人为的灾祸，如战争、决堤、股市期货的操纵、操控等等。宇宙中的一切都像是一个圆，当走到终点的时候，你便会又从头再来，就像是轮回，表面死亡，实则重生，又像是生活，谁的运气都不会是一成不变。以前的你有可能是身处低谷，但以后的你一定会踏足山川。每一个人也应该理性的、大度的看待这个世界，以平和的心、平常的心来对待生活、对待世界、对待这个养育我们的地球，保证积极的心态，做好这次人生的挑战，也做好这次挑战的准备。比如阿比亚所讲的，能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呢？户外活动、阳光照射、轻盈之气，控制对电子产品的迷恋，以及增强整体的免疫力。也有人问，我们现在是战争状态吗？我想我们只能有一个答案：2020是的。有病毒之战、疆域之战、国力之战等等，无论是印度神童阿比亚还是马来的拿督郑伯健，都对2020有着刻骨铭心的预言。两位大师可谓是各有所长，在不同的领域对世界的大事件做出了独到的预言和分析。而且两位有极度重合的时间点，那就是今年的12月到2021年的2月。同时阿比亚的世界重启和拿督郑伯健的大洗牌也是令人感到震撼。
而2020直到8月底的今天，仍然是上演着一部一部的大片。希望每一个看视频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2020庚子年，常看飘飘然，安度庚子年。也可以说订阅飘飘然，安度庚子年。还等啥呢，小朋友们，去订阅吧，抢订，好吧？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咱们下期再见，披萨。还有大家所熟知的香水 Chanel， 也就是Chanel sorry 大家所熟知的香水 Chanel 香奈儿 sorry 是吗 Chanel 香奈儿Chanel right Chanel